2月24日，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副主席卡亚卡拉斯以及欧洲多国首脑齐聚基辅，纷纷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援助计划。路透社援引瑞士武装部队总司令托马斯·苏斯利的话报道称，乌克兰若是有需要，瑞士可以在9至12个月内向其派遣大约200名士兵参加维和行动。虽然这200人在数量上并不多，甚至可以说仅是一种象征，但这支部队只要留在乌克兰就能起到某种保障。毕竟以瑞士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一旦他们遭受攻击，会牵扯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支援。瑞典也继续选择了支持乌克兰。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松于2月24日在基辅参加支持乌克兰的会议时宣布，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在新一轮军援中，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将为乌克兰购买价值1.1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其中包括 Robot 70和 Trident Mk2 短程防空系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于24日在基辅时表示，加拿大将使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亿加元的援助，并在未来数月内再向乌克兰提供25辆 LAV3 步兵战车、2辆装甲作战支援车以及4台 F-16 飞行模拟器，以协助乌克兰保障能源安全。其他军援还有丹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亿欧元军事援助，芬兰向乌克兰提供450万欧元，用于基础设施恢复和欧洲一体化。西班牙宣布将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挪威宣布将在2025年拨款35亿欧元支持乌克兰等。此外，据法新社2月24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抵达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晤。马克龙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不应意味着乌克兰的投降，都需要有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确保俄罗斯不会重启战争。英国首相府也证实称，特斯默将于本周出席白宫会议。德国新总理梅尔茨则在获选发表演说时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将提供更强有力的军事援助。欧洲各国纷纷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无疑给乌克兰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且有着英法德牵头定基调，欧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武装乌克兰，令其在战场上处于强势地位，以力量求和平。与此同时，欧盟也在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之际，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方案和对乌援助。据德国之声2月24日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亚卡拉斯宣布，已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16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原铝，禁止俄罗斯13家银行使用 SMIFT 国际结算系统，禁止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炼油厂提供服务，将74艘俄影子油轮列入黑名单，冻结48名个人和35家实体在欧洲的资产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在访问基辅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在3月份向乌克兰提供一笔新的35亿欧元援助资金，同时表示欧盟将推出一项增加武器生产的计划，以巩固欧盟和乌克兰的防御，从而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持续攻击。此外，路透社援引未透露姓名和欧盟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梅尔茨获选后，欧盟成员国立即决定3月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加快欧洲在安全方面的独立自主和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其中包括此前提到的7000亿欧元援助大单。欧盟选在10天后召开紧急会议，明显是在给梅尔茨留时间。或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金牛座导弹出现在乌克兰战场。而除了欧盟外，德国之声还报道称，英国也宣布了自俄乌战争以来单笔最大的援助45亿英镑和最大规模的制裁方案。在制裁中，英国此次将针对超过100个协助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个人和实体，其中不仅有俄罗斯军工体系，还涵盖了向俄罗斯提供关键装备的第三国企业，就连朝鲜国防部长卢光哲及多名高级军官也因涉嫌向俄罗斯派遣约1.1万名士兵而被列入制裁名单。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表示，这些措施将极大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阻断其资金链，并让所有支持俄罗斯战争的人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同样的，日本也正在讨论是否派兵去乌克兰维和。据日本产经新闻网站2月23日报道，在俄乌停火计划中，组建多国维和部队赶赴乌克兰，引起了日本的极大兴趣。报道称，鉴于英法对派遣维和部队事宜态度积极，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有必要就此展开讨论的呼声。日本防卫相中谷元曾在2月18日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会派遣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他当时回应，现阶段还没有到给出明确答复的时候。不过其外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应该重蹈覆辙，并给出理由称，日本曾斥资1万亿日元支援海湾战争，却未能收获国际认可。
此外，据时事社2月23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年秋天曾派遣10名队员参与在黑海举行的多边演习，与美乌两国军队共同实施扫雷训练。报道称，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黑海就发现了120多个水雷，已严重影响了往来的商船安全。于是北约便想通过海上威风的演习来维护黑海航行自由，同时也能帮助乌克兰提高扫雷能力。据悉，海上威风演习大多由北约成员国参与，定期在欧洲举行，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是在2021年以观察员身份首次参加，2023年时曾派遣1名队员实际参与在英国举行的演练。到了2024年9月，海上威风演习在黑海举行，在保加利亚瓦尔纳海域举行的反水雷演习中，有10名日本自卫队员与美军、乌军等共同开展演练，其内容包括在水中处理水雷和潜水训练等。对于日本参与海上威风演习，日本防卫省表示，仅从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卫交流取得进展角度来看，日本参加演习意义深远。根据媒体报道，由于芬兰海军现役舰艇种类较多，服役时间较长，且大多体积较小，实际战力严重不足。按照该国海军现代化计划，将自行建造4艘低地级护卫舰，未来担任其海军舰艇的主力。由于芬兰海军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波迪尼亚湾以及波罗的海等近北极圈海域，因此其具备破冰能力，可在 1.5 米左右的冰层海域航行，并设计有水雷布设与反水雷任务舱，还可搭载1架直升机执行反潜、布雷、侦察任务。该舰整体规格如下：长117米，宽16米，排水量4000吨。舰体采用封闭式隐身设计，航行速度26节，续航里程6000多公里，编制船员73人。设备方面较为多样化，例如其动力装置选用了美国、德国相关公司的产品。在作战系统传感器方面，选用了萨博和康斯伯格等公司产品。武器方面，则装备有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32枚改进型海麻雀导弹，以及8枚以色列天使5型反舰导弹等。此外，根据当前时间表，预计第1艘低地级护卫舰将于2027年交付芬兰海军，其余3艘则将于2029年投入使用。据 Naval News 报道，以色列近期举行了第1艘火光级轻型护卫舰的开工仪式。该国曾于去年11月签署了订购5艘同型舰的合同，总价值28亿新谢克尔。该级舰全长72米，宽10.25米，排水量约850吨，由2台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30节。在12节的经济巡航速度下，续航里程可达3300海里，满编舰员50人，海上自持力21天。主要传感器为一座 ELM-2248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20公里。主要武器包括一座76毫米舰炮、4组8连装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填装巴拉克8防空导弹，2组4连装倾斜式发射器，填装8枚天使5型反舰导弹。未来还将配备6具324毫米马克46轻型鱼雷发射器，以用于反潜作战。该舰没有直升机起降甲板，但预留有2个标准集装箱的空间，以便未来可拓展其他功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表，第1艘火光级轻型护卫舰将在3.5年内交付给以色列海军，其余4艘将在6年内交付。待其全面接收后，将取代以色列海军现役的8艘萨尔 4.5 型导弹舰。据国防邮报报道，德军为强化其野战通讯能力，先后与2家企业签约，其为莱茵金属公司。德国国防部已选定该公司作为塔万通讯架构的主要承包商，将提供102辆箱型通讯系统，总合约金额为19.7美元。如果德军在2026年以及2029年2个计划节点都行使合约的选择权，合约金额将进一步提升。其2为通用动力欧洲地面系统公司，德军将采购256辆10人于5型8轮装甲车，该车全长约8米，车重约30吨，装甲能够抵御 14.5 毫米口径弹药的攻击，基础构型能够搭载8名成员。武器方面可装备机炮、导弹发射器、迫击炮以及机枪等，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作战半径超过500公里，能为地面作战单位提供极佳的机动性以及人员防护能力。预计首批58辆将在2026年交付，届时将作为德军野战通讯战术平台，搭载对应的通讯系统，成为移动通讯节点，增强德军野战能力。后续还将在新布兰登堡设立后勤保修支援厂，负责该款车辆的维护作业。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欧洲的帮助有多大？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